想做什么都可以尽量尝试就对了。其实我们说这个是 Sema， 这个是 Mesnevi 的文化来了。你知道祈祷做礼拜？对，这个是也好像是跟 Allah 遵守一个沟通的方法。哦，有了，就这样，撑住，挺我，撑住，你挺我。哦，它要一直旋转啊，所以它360度要敲到。哦，他做的跟你做不一样。没有。Evet geliyor. Come on, Love you, I love you, bro. 我知道。咱们来。你要从他屁股后面，你要小心哦，他会抓人哦。目前我们里面的这幅湿壁画，它是一个最初的最后的晚上的一个模板，其实很明显的。随着公路环游的行程，我们来到了地中海岸的安塔利亚。在这里，除了认识经营大理石业务的 Marvish， 也和他的好朋友神似理查基尔 Zafat 体验茶馆文化。今天则是趁着周六的好天气，跟着他们2家人的4位小帅哥，挑战近期最热门的私房路线。我们今天要来跟 Marvish 的小朋友一起来玩一下，他们平常礼拜六都在做什么事情。Hello， 各位，你们好，帅哥们，来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陈品恩，15岁。好，欢迎。我是陈守博，今年13岁。我是陈品邦，我是3岁。我是陈定吉，今年11岁。对，我们今天要做什么？我们今天要去钓螃蟹。那我们需要什么东西？鸡腿。钓鱼线。买哪一种？这种。对。这个可以吗？可以。好。今天4位都是我们台土混血的帅哥，平恩和品邦是 Marvish 的小孩，定杰和守博则是 Zafat 的公子。今天钓螃蟹的绝佳地点，也是他们钻研许久的秘密基地。所以现在就让我们跟着小老师们走吧。胡佳，你有在这边搭过公车吗？哦，我很久没有到了。我来安卡拉的时候也是我妹妹还是爸爸开车嘛，我都没有。好，但是我已经准备好了那公车卡。这个卡呢，有点像悠游卡，这是悠游卡一次用了，但是这可以2次、3次都可以，所以我们2个用1张就好。可以的，那好，我们来体验一下安塔利亚的公车，然后直接去抓螃蟹。你兴奋吗？你期待吗？还有我知道之前从来都没有台湾人来安塔利亚抓螃蟹，对，因为这算是当地人的一个小确幸的一个活动。非常快，公车已经来了。是不是线了？走了。我们好18号公车。2 kişi。一次。Gösterilmiş kart。第2次 ，OK。不说大家可能不了解地中海蓝蟹，其实是来自于大西洋的外来种。虽然肉质好，价格高，却也影响着本土的生态平衡。我们帮忙吃进肚子里，也算是尽点微薄之力啦。你们上次抓螃蟹有抓到几只？好像3只。我们就把它打死结，越老越好。对。我们不是做蛮高吗？烤肉吗？我直接吃鸡肉就好了。没问题，这样 OK 吗？你觉得？拿看。哎，可以的啦。这样，我来看一下，应该是可以的。1、2、3，也来了，帅哥，你们之前有对来。再放。通常那个螃蟹，你们上次抓到多大只啊？差不多这样。哦，那也蛮大只的。对啊。我不知道哎。收看，用收的。搜看吗？对，不确定就搜看。对啊。有吗？这掉了！啊，需要往有吗？我没有。没关系，它就在下面。好。帮忙！掉了啦！掉了吗？掉了。你为什么掉了？我找了 Team Taiwan。蛮大只的哎。Yalan söylüyor bunlar. 大概这么大只。Kaçan büyük balık olur ya Türkiye'de. Olursa. 我觉得他们看到了蝎子了。
骗我们，他们骗我们。哥哥再来再来。到的时候要慢慢拉。哇，不知道有没有然后就有。所以我们这样先准备好。正如我们先前所了解的，土耳其人对于虾、蟹等海鲜不像我们这么的狂热，也因此在这边钓螃蟹相对就简单的多啦。尤其在河海交界的出海口，更是钓螃蟹的热区。他直接拉了。来来，慢慢。他放开了。他放开。哎，来了。没关系，你靠近一下。哦，这好大哦。啊，慢慢拉。哇！这个可以吃吗？可以吃，哇，好大只哦！这个拉的超用力。哪里演的？这个蓝色的比较贵。啊，哦，这个是公的，母的是有橘色、红色。大概15公分左右。哦，这个，品方真的是太厉害，不到半个小时就再度上钩，拔得头筹。倒是我们几个门外汉在旁边拉拉扯扯，也不见水里有半点动静。他来了，来！没有。啊！来，给你哦。有！独家！成功了！这个独家！哇，真的，我以为他都在腐烂的。哦 Come on，love you，I love you bro。我知道。今天你们可以说独家哥哥请我们吃饭。独家，你现在有另外一个任务，你要把这只抓出来放在桶子里面。我不行，没。好不过这个，那么盘。你要从他屁股后面，你要小心哦，他会抓人哦。小心！你要可以先踩着他，要不然他会掉到水里。你帮我，我不会真的。等一下，攻击性有点强啊。他不进去了，打屁股。我只是认真1分钟，我掉了一个，你们看，我只认真就好了。他刚刚说了，认真的男生帅，没错，快掉了。等一下我确认可以。这太夸张了吧！没想到我的好兄弟平常都只出一张嘴，今天突然人品大爆发，让我们可以好事成双。接下来就看我如何用台湾味征服土耳其人的胃吧。那我们现在呢，就是要想办法把它刷洗干净。你小心，没问题，很危险。来喽，洗澡喽！我教你了啦，你认真一下好不好？你看这样的。通常呢，只有独家在这个时候会特别的认真啊。前面大家在旁边，然后根本就是离了1-2公尺，完全不想靠近。请问我叼了一个大的螃蟹 ，OK 吗 ？OK， 我已经很认真了。我真是1分钟认真，你们看这么大的螃蟹了啊！如果我1个小时认真的话，你受不了。我怕的是他爱上我嘛，所以我需要随便一下的，我怕这个。好了，毕竟今天你是大功臣，厨房这点小事就由我来为你服务。而且4位小帅哥的邻居也展现了土耳其人的热情，准备了满满一桌的丰富菜色，要和我们来交流交流。我人生当中第一次做这个清蒸螃蟹，就献给了土耳其了。上菜了，这可以吧？评价一下，哪一只是你钓的？啊，垃圾桶在哪里？对，不行这样，你钓的是哪一只？你应该看出来吧？这个是吧？对，你钓的比较大只，它其实很饱满的。你看这个。哦，Mashallah。Rono，你第一次吃跟土耳其人一起吃吗？对啊，在家里这样吃，而且这么丰盛。这个是你们知道土耳其的算是高粱，所以加水它就会变颜色，现在是透明的哦。马上变。看，yes。好酷哦！这个感觉在喝那个可差必斯，
它的年纪大嘛，对所以你不能打它的下面这样的。你要说跟台湾一样，礼貌，对，谢了费，干贝是谢了费。我看你的脸。哎，其实蛮好喝的，它甜甜的，你喝不出来它有45%的酒精浓度。对哦，它尾韵会回甘，然后甜，没有很重的酒精味，它只有香味而已。那我们可以吃，你看，你吃这个是比较传统的美食，这个。但这个蛮好吃的，这个茄子包饭，我觉得台湾人会喜欢，因为它里面的饭有点嚼劲，然后外面的话非常的松软，然后这是少数我目前在土耳其吃到比较不咸的食物。原来我们刚刚喝的就是土耳其的果酒茴香酒，因为加水之后会呈现乳白色，所以也被称为狮子奶。据说早在鄂图曼帝国时期就已经成为最受欢迎的酒喽。螃蟹重点是要吃这个脚哈。我先把它起。哇！哦，好吃。Dün akşam bizim karides yediğimizi görseydi bu herhalde bayılırdı. 好甜哦，导演。Teşekkürler. 毕竟这是我们亲手钓上来的，然后第一次这样亲也是自己料理这个螃蟹，我觉得很有成就感。但是你真的不吃吗？为了你，对，谢谢。为了你，对，你是我兄弟，因为你看过我小兄弟，所以我们就吃吧。真的很甜，真的很甜。它没有那个腥味。真的不适合我了。为了兄弟，我吃了这个。可以，但我不是为了你，为了想。Alın terimle 1 dakikada yakaladım. 我说了，我说了这个是我钓的，好不好吃？1分钟我钓了，我这样真的1分钟，咻就上来了。他们说好吃的。涂家负责钓，我负责料理，也算是我们2个通力合作的成功交流，更为安塔利亚的旅程画下完美的句点。隔天一大早，我们也即将前往下一座城市。早安，我们起床了，现在7点，我们刚刚吃早餐。我们去哪里？我们去卡帕多西亚。早安，我们今天有大概7个半小时的车程，必须要吃饱，安心上路。现在天气大概负1度。对，然后今天应该是不会下雪，明天会下雪，所以能不能飞呢？到时候就知道了。但搞不好可以拍到我们在热气球上面，下面雪白一片，这种感觉是最棒的。好，finger cross， 拜托，让我们飞。不唬烂你们，原以为到卡帕多西亚的路程也是一样，在车上睡醒，毕竟也要7、8个小时，没什么特别。谁知道还不到半路，大家就已经按耐不住了，手机相机的快门猛按，最后干脆直接下车拍个过瘾吧。我们早上大概7点半出发啊，现在已经11点了，3个半小时了。我们应该 suppose 大概已经到半路了，距离卡帕多奇亚，但是我们好像怎么开都开不了，开不到那边，因为沿途的风景太美了。你看前面有一个三角形房子，然后对面远处还有一个蓝到不可思议的，那个应该算湖吧。我刚刚看了这个是，其实我知道这个是贝谢尔湖嘛，贝谢尔湖的特色是什么？就土耳其所传的最大 size 看的话，土耳其第3名最大的。我之前来过了，可是很小的时候，因为是我们的有些亲戚住在附近。不管是山路或是平路，都呈现了不同的风情与气势。就连这座仅是土耳其第3的贝伊谢希尔湖，都呈现了如同大海般的壮阔景色。就这样拍拍停停，好不容易总算在7个多小时后抵达了我们在卡帕多西亚的第1个目的地。那我们来到这边呢，算是每一个来到卡帕多西亚的游客一定会来的，就是格雷美的露天博物馆。我们等下就进去探索这些洞穴。但这边的洞穴不是单纯的洞穴，里面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进去一个一个好好的带大家看一下。这边其实就是有一个保存比较有壁画的洞穴，壁画就是当时的人们去逃难，逃避罗马人的迫害。在这边布道，因为这里名字叫格雷梅，其实土耳其语直翻的话就是看不见的意思，这里就是看不见小镇。他们偷偷的躲在这里面去布道，截止为拜占庭正式把基督教成为国教，让大家进行开放以后，
这边就慢慢的成为了可以说是世界上第一个神学院的一个中心。哎，其实啊，我们一进来一往回头，那边就可以看得到上面有没有？那3个原本应该是有壁画的，好，但是到了西元8、9世纪的时候，那时候伊斯兰教进入了这个土耳其这边以后，他们开始这个禁止偶像崇拜嘛，所以他们就把这个神像的脸啊，这些画像的脸，把它全部弄掉。这边其实有个告示牌，清楚的告诉我们这些教堂里面内部现在呈现是什么样子，对不对？对，现在可以看一下，它的颜色到现在还是保存的那么好吗？对，目前是保存比较好，很像刚刚画上去的。但是有些它脸已经被涂掉了。对，由于这时间太过于悠久，最早的也是要调在公元后3世纪的一些壁画。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蓝色的部分，它是当时呢色彩越鲜艳，从大自然提取那个颜色的难度就越高。对，所以呢，像这样的教堂往往都会刻在最深处。目前为啥经历那么几百年的一个历史，这些壁画存在那么完好呢？它是因为都是在洞穴内部，没有窗户，也就是说是没有太阳的紫外线照进来，所以保留比较完好。在后期，拜占庭是有一个时期是拒绝有肖像的一个存在的一个时期，所以呢下令把所有教堂给封掉，所以呢很多洞穴的门口都被堵住，这是后期被开放以后呢考古学家去挖掘出来，所以导致上百年的历史它的一些紫外线没有照射，也是没有破坏的痕迹，所以保留至今，可以让我们看到。相信大家都有注意到，看板上深邃的蓝色壁画，就是存放在园区内最著名的黑暗教堂。由于内部的光线极少，且严格限制手机、相机进入，以防闪光灯破坏，让它们保存得非常完好。如果有机会的话，绝对值得亲临现场，另外购票参观。至于其他的教堂，同样令人惊叹。墙壁上每个墙壁它都不一样的一些圣人的一个画像，也是数不清圣人的很多，因为近300年的历史，基督教会都是被罗马以及犹太教会迫害。所以呢，在途中进行传教过程中，教会们的一个传教士就是在被破坏中死去。死去的同时，在他以后教会被公认以后呢，给他给予了一个圣人的一个名衔头衔，所以呢，也是把他的一个传教的故事给传递下去。进入这个苹果教堂，为什么叫苹果教堂？因为它的颜色大部分都是用红色为主，所以真的很漂亮。你想说1500多年前的壁画可以保存到现在，那刚刚其实阿曼有说，他其实最一开始入口绝对不是在这边，因为当初找到的时候他都已经探访了，他可能是往下面，这边是最上面的，就是一路这样慢慢上来。当然，我们现在还是在另外一所洞穴教堂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刚才我所讲的那个时期，将近200年的历史。拜占庭帝国的皇帝禁止让所有的教会拥有肖像的一个使用权，取消了壁画，用最简单的一个线条、十字架的一个图形，以及很简单的一个几何来装潢自己的一个教堂。你觉得这些洞穴会是什么呢？这个吗？墓穴吗？对，猜对。这就是墓穴。教堂都有的，教堂地底下都是有墓穴。其实应该的一个常规的建筑就是我们脚底下是有地板，地板以下在下面。现在看到的一些墓穴，可以看到很小的一些墓穴，其实都是有小孩。因为那个时期大家知道，没有什么先进的医疗科技，很简单的感冒就可以让这些小孩丧命，然后进行后期，如果那些小孩的家族比较有富裕，捐赠给教会里面的话，会有权利把这个尸体埋葬在这里。太壮观了！从不同的壁画风格就可以感受到当时的宗教信仰和政治氛围，更赞叹经过了1000年之后，这些壁画竟然还能如此鲜活地展现在世人面前。让我们看一下1500年前的厨房会是什么样的。让我们看一下1500年前的厨房会是什么样的。哇！这里是厨房。对，是怎么看出来呢？其实往天花板一看，就可以看到它一个熏黑的一个表面，就是证明中间还有一个烟囱，看到吗？排气的烟囱，这就是一个当时的一个
抽油烟机。抽油烟机，对，最早的抽油烟机。整个这个卡帕多奇亚就是可以说是有很多那种地下城，当时的人们就是为了逃避破坏。其实每一个地下城，它地底下都是相连的，错综复杂那种。对，可以说是每几个家族在一个地下城，对，可以20-30个人住在一起。那块也可以去看一下食物的储存空间，储藏室的概念。那你有发现它其实这边的高度会比较矮一点点？哎呀，有点小。大大小小的凿洞，这些都是一些食物的储藏空间，不同的水果、不同的蔬菜。其实他们当时是以面包和最重要基督餐的圣餐，就是红酒、葡萄酒为主。他们酿酒的一个设施，把整个葡萄或者是水果放置上去，再用木质或者是用裸脚的形式去采，把它的一个汁水从一个洞口上流出来，然后储存在瓦罐里面。这些看到的凿洞都是储存大量大型瓦罐的一个区域，一个又一个这样，全部都是。必须得说，在数千年深厚文化的面前，若没有像阿麦这样的专业导游说明，恐怕也只能走马看花，对吧？更别说这幅最具意义的画作，可能一不小心就错过了呢。这幅画重要性就是，可以说是我们文艺复兴时代比较有名的达芬奇那个《最后的晚餐》。根据资料显示啊，目前我们里面的这幅湿壁画，它是一个最初的《最后的晚餐》的一个模板，可以进去看一下。初代的《最后的晚餐》，大家对这幅画应该蛮熟悉吧？你有看那个达文西密码的话，你就知道。然后我们进来看，它其实一走进去就可以看得到，它在左手边。其实很明显的，因为我们现在看过这个《最后的晚餐》，都会有一个非常既定的12门徒坐在一起嘛，对不对？你可以看得到有感觉。所以根据这个壁画显示，餐桌应该就是在我们现在所看到这个地方，然后在这边吃这个餐点。传说在1000年前的场景之中，真的让人有种不真实的感觉，但也因为完整保留了当时的样貌，让我们有机会同框古人生活的场景。倒是想了解现在土耳其的风土民情，那就相对简单很多，只要来一杯咖啡就能看出不同。这个是土耳其传统的下子咖啡，你们看这边有大咖啡壶，里面有都是咖啡，这个是比较甜甜的，我们叫这个是低杯咖啡。如果不太喜欢很浓的土耳其咖啡的话，我推荐这个是有一点，还有奶粉跟有糖的。Abi doldur içelim。Tamam。看看你喜不喜欢，上次我请你的喝了，对不对？对，那个有点像 espresso， 就是浓缩的感觉。这个比较甜甜的，这个是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他说有一点糖，你小心。冬天的时候喝土耳其咖啡真的很好喝。它是里面有嚼劲，有点像里面有坚果的感觉，然后喝起来有点像鸳鸯奶茶，对，鸳鸯奶茶的感觉。这个里面还有一点香料嘛，有些香料的，所以这个是有奶茶的感觉，可是还有香料的味道。这个是之前是国王喝的，这个低杯咖啡是比较难找到的，土耳其咖啡跟这个不一样的嘛。现在这个是土耳其的年轻人喜欢的，因为是年轻人比较不喝浓的咖啡嘛，所以大家喝这个。用沙煮咖啡源自于鄂图曼帝国，沙子的细密颗粒能让咖啡受热均匀，产生绵密的泡沫，保留香气与口感，而流传至今。感谢涂家带路，让我们有机会尝试另一种土耳其咖啡的风味。不过眼看天色也不早了，接下来才是最残忍的时刻。现在已经晚上6点半了，最重要就是我们今天要来决定说，我们因为预算有限呐，谁可以住在这个洞穴饭店？因为一个晚上大概是5-6千块台币而且这个算是最基本起跳的哦。我是土耳其人，我比较怎么说好客的，我当然是需要说你可以的，可是我想要比较公平来剪刀石头。哎，你看，命中注定，这个没有谁，我们一次过哦。他的速度现在更快，他开心嘛？对，开心。我比较慢。然后你会发现，其实，在卡帕多奇亚到处都会像这样来，直接来了，有没有？这种地形非常特别的上面，然后还有这边路很小，其实每一间都很有特色。你看前面，因为现在太阳还没下山，走过去很漂亮。这里有自己的风格，这里会是你的饭店吧？我给大家看一下嘛，你看这么漂亮。
好想吃。真的好想吃哦。如果这里是你的饭店的话，我真的今天哭，我会哭。好，不行，这样不公平的，真的，这个超级高级。我们在一起吗？我们到了。Tuki，多说 Tuki。总算到了，有点累，但是坐了那么久的车，还是动一动比较好。这个饭店真的不错，真的不错的。倒是办完入住手续之后，还来不及跟大家好好介绍，阿麦就开始招呼大家赶紧出发，因为卡巴多其亚的夜晚同样也是看点满满啊。那我们在卡巴多其亚的第一个晚上，我先来带大家体验一下一个算在土耳其很特别的一个习俗，你应该知道吧，土家？当然知道，每个土耳其人知道。土耳其最有名的旋转舞，土耳其怎么说？其实我们说这个是 Sema， 这个是 Mesnevi 的文化来了。Mesnevi 是好像是伊斯兰教里面是有你知道祈祷做礼拜？对。这个是也好像是跟阿拉尊重一个沟通的方法。你好像很多人说这个是一个跳舞，不是，这个不是一个跳舞，这个是好跟阿拉说话的一个方法。你没有别的事情，你只是想你想阿拉，还有你一直转，一直转。没错。一段时间之后，你的人好像是飞的感觉。哦，真的假的？这个是我之前小的时候有试试看了。如何？我吐了，我吐了。哇，对，因为很小嘛，那个时候我们的沟通不太好。对，哦，来，你们进去一个土耳其房子里面的话，肯定需要做什么？这个地毯一定会有地毯，还有这边有各式各样不同的乐器。看看这个比较，我觉得这张照片、这张图画就可以非常明显告诉大家，这个就是苏菲教派旋转舞明显的一个画面。好，那我还有点像我，真的有胡子都像你。哇，这个场地，哦，玛莎拉。简单来说，旋转舞其实是伊斯兰教中苏菲主义的修行与仪式，在2008年列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阿麦不可以吃，你可以转多久？试试看吧。1分钟左右。你可以转1分钟。这是每个人都要学的吗？这是我们小的时候有的。小时候呢，古兰经培训的，对，真的假的？中心他们会教一点点。哦，我们有表演，可是我们这边开始那边结束。真的，小毛，对，他们不是那么专业的。打个，我们是斜行走。他们先打招呼，你看，一个一个打招呼。先打招呼开始。礼貌的。你有发现吗？他们都是看地板。因为是他们现在阿拉的前面嘛，所以他们比较。这个是塔萨乌菲唱歌。这是你塔萨乌菲里面常用的乐器。很难用，这个唱起来。先他们打招呼之后开始。因为是宗教仪式，所以土耳其官方也规定不能在有酒精的场合表演，所以想了解旋转舞，必须得在专门的场地哦。右手，伊斯兰教里面右边比较重要，所以右手来，左手去，进去的时候用右手，出去的时候用左手。好厉害啊 ！Exactly， 你看他们这个，其实一个是没有动，这样的，一只脚没动。对。
像是郁金香的感觉这样的。仔细观察会发现，旋转舞的舞者右手会朝天，代表接受了阿拉的祝福；左手朝下，表示将阿拉的祝福传递给众人。从右到左逆时钟旋转，象征万物皆向着智慧、爱与真理环绕。幸运的是，这次我们不只能看旋转舞，还能真的和阿拉沟通哦。这个它其实是一整件，然后它很重，它这个真的有重量。然后我们走的话，就是你要把它拉起来走。对，它其实还有一个黑色的罩袍嘛，那个也是蛮重要的。然后其实这个还有另外一件算小小的衬衫，但这个的话就是有点像，就是有一件大洋装，对，然后把它穿在身上这样。那我们等一下就是请老师来教我们怎么样可以一直这样旋转的一个技巧。对，它其实有些 pebble 的。它有什么技巧不会头晕的？ Evet, attık. Aynı anda atalım. Şunu şöyle döndürdük. Sonra bunu tekrar bıraktığımız yere koyuyoruz. Kaldırdığımız yere koyuyoruz. Ama mesit olmadığı için yapamıyorsunuz. Biraz Oh yo. kolları da açalım. Can böyle değil mi? Kovaç dönmesi geçecek. Biraz hızlan abi. Biraz daha hızlan. 快，裙子快起来，快起来！ Hızlan abi biraz. 哦，有，这个撑住，听我，撑住，你听我，你撑住， Devam, devam. 好，再3分钟。你很厉害，你算很厉害的。对啊，我觉得一定要问老师说，一开始晕是正常的吗？我不知道。来，椅子来了，坐一下。对，你问老师说一开始晕是正常的吗？这当然是。这真的很难呢。我看你，可以了，加油！有，真的有，有吗？有，快！有，现在打开手，对，没错。打开手会更晕。开眼睛。哦，不行，开眼睛不能看眼睛。消耗一下。对，这个没有演，大家等下正一下没好，大家就知道你在做咖啡边那种感觉。这边不是那边啊，哪边？到底哪里？这边。对，我看这里也是。韩记这边。这个真的需要缓一下，但是我不知道，我刚裙子有飞起来吗？有，真的有。玛莎拉。短短几秒就晕到一个不行，不得不佩服平常老师至少要转30到1个小时的功力。对他们而言，旋转舞不只是舞蹈，更是心灵层面的冥想。而正是这样内敛却热烈的文化，也融入了他们饮食哲学——陶罐菜。回家吃饭时间到了，吃饭时间，没错，外面跟你说超级冷，越来越冷了。等一下，我看一下。我还好。你为什么还没肚子出来呢？你看我肚子。真的有差距真的有差没关系，我帮你再补一点。你不是答应我吗？我们谈5公斤才回台湾。留在你妈妈那边，你的安卡拉老家那个饺子。他的回答真的很好。对啊，我要把那边吃完。那我们今天要吃的东西很特别，算是来到卡巴多基亚，每一个人都会吃的这个叫做陶罐牛肉。对，它只有牛肉有鸡肉很多。你之前有吃过吧？我吃过了很多次，因为是不是只是在卡巴多基亚？可是最有名是在这里。对，因为它其实北部有一家阿巴诺斯的小镇，它那边就是有点像莺歌的概念，非常出产了非常多的陶罐。好，所以我们等一下就是要把这个陶罐牛肉重现给大家。它其实那个东西呢，有点像土耳其的佛跳墙的感觉啦，因为它是一个罐子嘛。好，但是吃法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不错的。我们等一下一起来做看。对啊。正因为阿瓦诺斯盛产陶器，因而衍生出的特色料理陶罐菜，封存的不只是食材的香气，更是一代代传承下来的生活智慧。哇！读起来又是一个别有洞天的感觉，真的很漂亮。我们的厨师也在这边等着我们了。Merhaba. Hoş geldiniz. Hoş bulduk. Nasılsınız? Kapya biber ve Charleston biber. 他大概介绍我们了，这边有我们的牛肉、大蒜、番茄，有些香料、奶油、放洋葱，然后青椒的。它总共光这个就有6种，对，6种的。对，辣椒、盐巴，然后另外4种。黑胡椒也有。黑胡椒也有。对。照这样来说，好像没有什么顺序可言，就把它全部拉。你看，都是一起，香料也放了，现在可以磨，好像是按摩。对，要把它好好的按摩一下。那个差不多。
最后开始翻，对，很好。好，这个奶油先放在陶罐里面呢，接下来就是要开始混合这些所有的东西。对，牛肉先下，翻很好。好，再来，其实没有什么顺序啊，因为先把它打来，这是重点。好期待哦！1个半小时之后可以吃到这样子的一个陶罐料理。对。看似简单的陶罐料理，其实跟生活有关。尤其早期没有什么高级厨房，所以运用陶罐将肉和蔬菜封存炖煮，在时间和火候的酝酿之下，绝对满足老饕的味蕾啊！哇，好帅啊！这个很帅。哇，好帅啊！这个很帅。Biraz daha gelebilirsiniz. 因为很烫，所以他不能离我们太近。哦，这个表演真的很不错的。哇哦，他是这样直接拿。哇哦，他不怕烫。哇哇，等一下你也会啦？对，我会，我不戴手套。所以你认真学。在土耳其我们没有煎包，所以你认真学好不好？好，没问题。我这样更饿了。对啊，对啊，因为会很期待它到时候出来的感觉会是什么。有人这，降下来了，好厉害！太美了。我的在哪里？你看，这个我要。它味道很香，味道超级香，真的超级香。我希望大家可以闻到这个味道。好，换我了。自己的。它这边会有一条线的，所以要直接敲下去。你用力一点。好，加油。没敲对。它要一直旋转啊，所以它360度要敲到。加油，已经360。还没有，359。他说这个你做不一样。没关系，这我自己吃。他有一片加下去了。专业的，你看专业的这里。它是很完整，这个其实是有难度的。对，专业的。台湾有句话，假定弄破袜。想不到在吃陶罐菜的时候就派上用场啦！尤其当你敲开陶罐后，那个肉汁和菜的香味瞬间扑鼻，让人忍不住食指大动啊！怎么样？它的味道，很喜欢，因为它不会太咸，它有很多香料的味道。重点是，它其实牛肉非常的软嫩，它即使它没有任何的油脂。它在这个90分钟的低火低温慢烤的过程当中，它可以把它弄得非常软嫩。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厉害。还有，应该是你会拿到了那个奶油的味道，对不对？对，因为它最下面有底层的奶油，所以它代表它那个油脂会慢慢的这样上来融化嘛。然后蔬菜跟牛肉这样慢慢的下去，最后融合在一起。因为其实我们在刚看到他们在料理过程中，它是不会去做任何翻转，就放在那边慢慢的让它去融化。我其他的地方也吃了，可是这个是真的比较嫩嘛。他们为什么90度？因为是里面也比较嫩，比较。我们土耳其人不太喜欢很干的肉，所以我们为什么很多牛肉里面我们加有一点羊油的，因为是这个原因。可是他们不需要羊油，我觉得超好吃。很简单的料理，但是可以吃得出它里面的传统的味道。这一瓮陶罐菜看起来很朴实，却其实超有土耳其的味道。肉和蔬菜还有香料，通通给它塞进陶罐内，慢慢的炖。这样用时间熬出来的味道，就是土耳其人的日常。只是在卡巴多奇亚住宿的第一晚，我和涂家感受的滋味却截然不同。毕竟愿赌服输，倒是一起床，我们都被同样的景色给惊艳到啦。哟，大家早安！我跟你说，这个洞穴饭店真的超级舒服的哦，好久没有睡那么舒服的一觉了啊！但是呢，昨天晚上发生一件蛮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不是说这个卡巴多奇亚天气很冷嘛，现在0度，但里面非常温暖嘛，大概23、24度。结果呢，昨天晚上就真的下雪了。来给大家看一下，现在卡巴多奇亚它的雪白一片长什么样子，很漂亮哦。来，有没有看到这个雪？哇，很厚呢。哇，来给大家看一下外面的样子，这个积雪大概有3-5公分哦 ，unbelievable。
你有没有想过，竟然在4月还可以遇到这个雪况哦？在卡帕多奇亚这边真的是我们太幸运了。重点呢，就是来看一下我昨天住的洞穴饭店长什么样子。大家准备好了吗？来，开箱一下给大家看。准备好了吗？各位观众，呼呼，你有没有看到这个设计？太帅了吧！你有没有看到一进门就一个浴缸，然后直接对着你，然后还重点有一个壁画，可以让你好好的欣赏一下。各位，一个晚上6000块绝对值得。所以啊，如果你来到卡帕多奇亚没有住到洞穴饭店的话，真的会非常的可惜，你知道吗？我来第一人称给大家看一下，躺在这个床上看这个洞穴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啊！舒服了，你看，夫复何求？而且它这个 echo 有没有很大声，对不对？你看，昨天就是睡在一个那么舒服的地方，大家真是抱歉啦，哎，哇啦啦。说到卡帕多奇亚的洞穴饭店，其实都是1000年前当地人的住所与教堂，也因为火山岩质的特性，才能发展出如此特别的居住环境。所以洞穴饭店也算是结合了自然、历史、人文的多元旅宿体验。12年之后，我第一次看到在土耳其哦，下水你们看，哇哦，不一样的感觉。现在我们在卡帕多奇亚嘛，白色的卡帕多奇亚，很多人说讲卡帕多奇亚更漂亮的。这里也是Ürgüp，我们在Rono那边是Göreme嘛，Ürgüp跟Göreme其实最有名的两个景点，还有Uçhisar那个高高的山嘛，那边是这个3个地方的景点超漂亮的。我真的很羡慕，我现在去找他。如果他还没起床的话，我这样做。开门。Çıkma vaktiniz geldi. Gayet 舒服。里面超级温暖的，来，里面有高级的一个味道，高级的味道。看，这是我应该这将近10天睡最舒服的一个晚上。哇，我想要看他的洗手间，你来没？因为是我们这是有一间。啊，真的假的？哇哦，还有土耳其浴，那我们在海这里呢，我们为什么去别的地方？这边有土耳其浴，我可以按摩它。这个生活真的不公平，老大就跟员工真的不一样的。不得不说，卡帕多奇亚的每个小镇都有属于自己的特色与风情。住进洞穴饭店，不只是睡上一晚，更是穿越时光，贴近这片土地的生活记忆，而且有更多的在地风貌和人文交流，等着我们好好探索哦。我很开心跟你们认识了一段时间，我们一起，我真的很开心。谢谢你们来，下次你们什么时候来？他写的真的很可爱的照片，这个，照片这个写的是很棒的。OK。签名，定结。OK。那么节目顺利，对不对？开始飞了，拜拜。没有来过的台湾的朋友们看到，他们羡慕，下次来这里玩，不要坐热气球，这个景点真的不一样的。卡帕多奇亚的最有名的葡萄酒，我们用这样子呢，这样倒酒了，或者也可以用最尊贵的客人倒酒。对，这个通常都多少钱啊？现在想买吗？对，如果想要买的话，我很好奇这个到底多少钱？要不要说？不要讲。不用知道。好，那我们就走。真的吗？不用知道，不用知道。我看一下。3.5。哦哇，美金。我说的不用知道。咋办？网络版有日文字幕，所以记得按赞、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有回很多礼物和最好看的自由的旅行者。